如何在未來3年變得富有？沒有人能給你確定的答案。但是如果能夠避開財富陷阱，就會慢慢變富。先來做一個小測試，假設今天你去相親，對方開着100-200萬級的豪車，背着是奢侈品的包包，總之從頭到腳都很貴。你的腦子裡的第一反應是什麼？是不是認為這個人很有錢？不，更加準確的判斷是這個人很會花錢。假設你是一位女士，穿越回到了1955年的美國，去和一位年輕的白人相親，對方開的是一輛2手的雪佛蘭，穿的是洗得發亮的舊西裝，沒有戴名錶，沒有任何成功人士的標配。你的第一反應大概率是不是這個人很普通，甚至可能會覺得條件一般？但是這個年輕人叫沃倫·巴菲特，那一年他25歲。當時的他開始做投資合夥人，開始每天研究財報，測算企業價值，對消費是毫無興趣啊。但是對複利卻是幾近痴迷。如果你只是看表面，你錯過了世界首富。而現實生活當中，我們也在犯同樣的錯誤。我在20幾歲的時候，有一些小姑娘就特別喜歡圍着我轉。其實他們的目的是非常單純的，就是希望我能夠介紹一些家族的2代給他們嘛，嫁得好一點嘛。但是他們看人的眼光幾乎是全部被表象所綁架的。10多年前，他們的標準是非常的簡單，車是不是 BBA？ 結果呢，那些開着崭新的寶馬，請客必選5星級酒店的優質男，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資不抵債的還不在少數呢。當年我是這麼對他們說的：你得學會看資產負債表。實體企業許多是高負債的，但是他們根本不聽，寧可坐在寶馬裡哭，也不要坐在自行車裡笑。他們怎麼會知道財富從來不穿名牌出場？他們是藏在資產負債表裡的，藏在複利的曲線裡的，藏在別人看不見的沉默當中的。這些年，在網上我們見過太多的富二代開着跑車，住着豪宅，在鏡頭前面是揮金如土，仿佛財富是取之不盡。可是當潮水退去，人們才驚覺，那不是資產的豐盈，而是槓桿的狂歡；不是家業的穩固，而是信用的透支。但是我們總是把這些原因歸結為大環境的錯，難道真的是這樣嗎？真正的富有是經得起沉默，也是扛得住周期的。而我們最大的幻覺就是把消費能力誤認為是財富水平，這正是財富陷阱的第一步，把看得見的消費當成了看不見的財富，分不清花錢的人和有錢的人，是要注定被表象所吸引的，被幻象所收割的，永遠都是韭菜。哪怕靠運氣賺的錢，遲早要憑實力虧損掉的。英文的 rich 有錢是給別人看的，英文的 wealth 富有是給自己看的。當一個人開始沉迷於看起來很有錢，往往離真正變富是越來越遠了。那麼第二個陷阱是什麼呢？搞錢這2個字這幾年是非常流行啊。別談理想了，搞錢最重要，專心搞錢，搞錢才是王道。聽上去這些都是非常清醒、非常務實的。搞這個詞最早是見於宋代集韻，本意就是橫抓，就是橫向猛擊敲打，帶着是明顯的暴力性和強制性的，這就很有意思了。當我們說搞錢的時候，潛意識裡其實是在做一件用力抓錢，好像還有一個舞蹈叫做抓錢舞，非常的主動，非常的急迫，非常的用力。同樣是提手旁，還有一個詞叫做掙錢，比如造句是這樣的：我辛辛苦苦掙幾個錢，我容易嗎？那馬雲、劉強東這樣的企業家通常是不會用掙錢這個詞的。掙錢是出力，是流汗，是耗時間，是爭取報酬，所以掙錢這個詞是天然帶着一種辛苦感和卑微感的。而搞錢只是比掙錢更加進一步罷了，它不再只是出賣體力換錢，它是變成了到處找錢，追着錢，撲向錢。什麼來錢快做什麼，什麼熱門做什麼，什麼风口做什麼，看起來是更加主動的，更加聰明的，但是本質上它跟掙錢是一樣的。他對錢是主動的，是追逐金錢的，但是其實金錢是有自己的速度的，它不會停在原地等你去抓的，它會流動的，而且它只是朝一個方向去流動的，價值所在的方向。錢天然的會流向那些解決問題的人，問題越大越重要，越高頻，錢就找到你的速度就越快了。
把這句話放在商業的邏輯裡，就是誰能解決痛點。你會發現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現象，有些人看起來不怎麼搞錢，但是卻越來越有錢，因為他沒有在追趕着錢跑，他在做另外的一件事情，持續的解決別人反覆遇到的問題。而當你開始專注在錢上，你就不得不追着錢跑了。所以第二個財富的陷阱本質並不是懶惰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錢上，而不是價值上。金錢從來不獎勵追逐者，它只獎勵解決者。還有第三個詞是賺錢，貝字旁的。貝殼是人類最早的貨幣之一嘛，它的價值是交換的媒介。這個詞的重心不在動作，它在價值了。掙錢和搞錢核心都是人對錢的主動，而賺錢的核心就是錢對價值的被動。我們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的，其實老祖宗早就告訴我們真諦了。第二個陷阱講完了，那麼第三個陷阱是什麼呢？過早的迷戀被動收入。被動收入是一個非常迷人的詞，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，好像可以繞開賺錢的能力，直接達到財富的狀態。月薪3000的人開始研究如何實現財富自由，開始研究基金、股票、理財、資產配置等等，看起來非常清醒，非常理性，甚至是非常有規劃，甚至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優越感。但是這裡有一個極其隱蔽的問題，被動收入本質上不是方法，而是規模。從數學角度來看，被動收入的公式是極其殘忍的，被動收入等於本金乘以收益率。如果你只有10萬塊錢的存款，哪怕你擁有股神級別的能力，每年穩定獲得了20%的收益，一年也就2萬塊錢啊。這2萬塊錢能夠改變你的命運嗎？不能。但是為了這20%的收益，可能你每天要盯着 K 線圖，消耗了大量的精力，錯過了職場的遷升、技能的精進的最佳時機。用最寶貴的原始資本，普通人的原始資本是時間和精力嘛，去換取了最廉價的邊際增益，這就是典型的撿了芝麻丟了西瓜。被動收入是現金流足夠大之後自然溢出來的副產物，是財富階級為了防止資產縮水而修築的護城河。為什麼這幾年被動收入和財富自由被炒得這麼火呢？因為它是最好的收割工具啊。當急於跳進繁瑣枯燥的價值階段的時候，去追求所謂的躺賺的時候，就已經把自己變成了別人的被動收入。凡是標榜不需要投入精力就能夠賺大錢的機會，本質上都是在尋找那個願意提供本金的祭品。在未來的3年裡，最應該警惕的就是這種躺賺的衝動。真正的被動收入其實是主動投入之後的延伸。還有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是，所有真正穩定的被動收入背後都是有一段極其主動、極其枯燥、極其漫長的階段。可能是10幾年打磨出來的專業能力，也可能是反覆試錯沉澱出來的商業判斷，也可能是一套別人無法輕易複製的方法等等。這些東西在最初的幾年裡幾乎是不來錢的，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一旦成型就可以被反覆的使用。這個時候，錢才開始呈現出被動的樣子。所以順序是非常重要的，先看價值密度，再看現金流規模，最後才是被動收入的形態了。如果順序反了，在還沒有價值密度的時候去追求被動收入，這個是一個巨大的財富陷阱。很多人以為理財是讓錢為自己工作，但是對普通人來說，更加重要的一句話是：先讓自己變成值錢的人。當自身的能力、判斷、經驗在市場上越來越值錢了，那麼被動收入反而變成了一件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。就如古人說的“花香蝶自致，水到渠自成”，你甚至不需要刻意的去追逐金錢，因為金錢它會追着價值的方向跟着你去跑啊。好了，暫時就說這3個陷阱吧。財富大腦的系列我已經是做了第4期了。明天開始我要旅行了，接着說下一個系列區域經濟。好了，說完了，再見。